中國最火爆的10大美食街，你都去過哪幾個？歡迎收看是非排行榜。對於每一位旅行者而言，想要快速感受一座城市的飲食氣質，美食街永遠是首選目的地。千百年來，街市與美食共生，街巷之間升騰的煙火，承載着地域、飲食文化、民俗習慣，也見證城市商業的變遷。今天我們盤點國內熱度穩居前10的美食街區，不只羅列小吃種類，同時客觀分析每條街區的真實面貌、優勢與短板。第10名，武漢戶部巷。有着捍衛小吃第一巷之稱的戶部巷，緊鄰黃鶴樓與長江，地理位置得天獨厚，是外地遊客抵達武漢幾乎必打卡的美食地標。這條小巷擁有數百年歷史，早年是武漢本地人日常覓食的市井街巷，如今街巷長度不長，匯集幾乎全部經典捍衛小吃：金黃酥脆的3鮮豆皮，濃郁醇厚的熱乾麵，軟糯的麵窩，糊湯米酒，糯米包油條，一站式集齊武漢早餐文化。但隨着遊客流量持續暴漲，商業化程度不斷加深，爭議隨之而來。很多武漢本地人表示，主巷內不少店鋪面向一次性遊客，預製食材增多，價格偏高。想要吃到地道風味，資深食客通常會深入周邊糧道街、大成路尋找老店。客觀來講，戶部巷最大價值是可以讓外地遊客短時間內集中認識武漢小吃。如果抱着深度探店的期待，需要仔細甄別店鋪；若只是初次到訪，快速體驗風土，這裡依舊擁有不可替代的趣味優勢。第9名，重慶磁器口古鎮美食街。提起重慶美食，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洪崖洞，而磁器口是老牌美食街區代表。古鎮始建於宋代，依山臨江，青石板街巷蜿蜒曲折，整條街區最具代表性的產物便是名揚全國的陳麻花。除此之外，現炸酥肉、山城小湯圓、酸辣粉、毛血旺、雞雜，各類川渝特色小吃沿街排布。整條街區融合古鎮風光與美食業態，白天遊人如織，夜晚燈火錯落，充滿山城獨有的立體氛圍感。爭議同樣無法回避，大量同質化的特產門店扎堆，火鍋底料、麻花、臘肉店鋪隨處可見，業態重複度很高。不少本地食客認為，核心街巷小吃口味趨於流水線化，想要尋覓地道美味，需要避開主幹道，深入古鎮外圍的居民區小巷。即便褒貶不一，磁器口依舊是外地遊客認識重慶民間飲食文化的重要窗口，常年穩居重慶旅遊熱門目的地前列。第8名，南京夫子廟秦淮美食街。煙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古詩詞賦予夫子廟與生俱來的浪漫底色。依託秦淮河風光帶，夫子廟美食街歷經數十年改造，成為江南知名度最高的美食聚集區之一。街區隨處可見秦淮風味小吃：鴨血粉絲湯、鹽水鴨、梅花糕、牛肉鍋貼、桂花糖、芋苗。夜幕降臨，秦淮河遊船緩緩駛過，燈火映照古建，氛圍感很難複製。長久以來，夫子廟是討論度最高的美食街區之一。大量遊客反饋，主街充斥全國通用小吃，很多南京本土特色，味道並不正宗。不少美食愛好者給出建議，夫子廟適合觀賞夜景，想要品嘗地道精靈小吃，隔壁老門東性價比與口味更穩定。拋開餐飲本身，夫子廟承載的江南民俗、秦淮燈會文化價值無可替代，每年數千萬遊客到訪，熱度常年居高不下。第7名，成都錦里古街。錦里緊鄰武侯祠，是川西民俗與美食結合的標杆街區。相傳這條街巷早在三國時期便初具規模，如今仿古建築連片，紅燈籠綿延整條街道，夜景極具辨識度。串串、蛋烘糕、钵钵雞、三大炮、叶兒粑、糖油、果子，各類巴蜀傳統小吃一應俱全。同時，街區穿插皮影、蜀繡、川劇等民俗展示，不只是美食街，更是沉浸式川西文化體驗地。和眾多景區美食街一樣，錦里的短板十分突出。街區內餐飲定價普遍高於市區，普通商圈不少老店遷移，部分攤位採用預製半成品。
成都本地人很少專程到錦里覓食，更多會選擇建設路、魁星樓街。對於初次來到成都的遊客，錦里可以一次性感受巴蜀小吃全貌，追求性價比與地道口味，市區夜市會是更好選擇。第6名，廈門中山路步行街。中山路是廈門百年歷史名街，騎樓建築綿延千米，承載南洋僑鄉歷史，也是閩南美食集中地。不同於很多封閉景區、小吃街，中山路連通老城區，本地居民與遊客長期共存。沿街遍布閩南特色美食，沙茶面、土筍凍、花生湯、燒肉粽、海蠣煎、五香條。大量傳承數十年的老字號扎根街區，黃澤和、1980燒肉粽等老店持續經營多年。街區步行可達第8市場，吃完小吃可以順路探訪本地生鮮市集。相對其他熱門景區，美食街中山路最大優勢是業態均衡，除了面向遊客的小吃攤，依舊保留大量服務本地人的老牌食鋪。當然，核心主幹道人流巨大，部分沿街攤位價格偏高，深入分支巷弄更容易發掘高性價比小店。想要感受閩南飲食與南洋文化交融，中山路是廈門不可繞過的一站。第5名，長沙坡子街、太平街美食集群。長沙擁有國內現象級的夜宵文化，坡子街與太平街連成一片，構成長沙核心美食街區。黑色臭豆腐、糖油粑粑、口味蝦、瓜涼粉、豬油拌粉，無數湘式小吃在這裡走向全國。整條街區晝夜煙火不息，白天遊人絡繹不絕，深夜依舊食客雲集。茶顏悅色等本土茶飲品牌起源於此。湘式小吃濃烈奔放的風味，吸引全國各地年輕遊客奔赴長沙。客觀看待，核心主幹道商業化十分成熟，網紅店鋪迭代速度很快。很多長沙本地人日常夜宵會選擇冬瓜山、揚帆夜市。主幹道部分門店為標準化連鎖品牌。想要尋覓傳承多年的民間老店，需要向周邊街巷延伸。這條街區最大的魅力在於濃厚的飲食氛圍。全國很少有城市能夠像長沙一樣，讓美食街真正融入市民夜生活，而非單純的旅遊配套。第4名，西安回民街。坐落於西安鐘鼓樓旁的回民街，是西北最负盛名的美食街區，擁有上千年發展歷史，依托回族聚居區形成獨特飲食體系。紅柳烤肉、羊肉泡饃、肉夾饃、贈糕、涼皮、柿子餅，濃郁的西北風味撲面而來。街巷充滿民族風情，距離西安城牆、鐘樓等核心景點極近，幾乎所有到訪西安的遊客都會前來打卡。回民街也是爭議最大的美食街區，大量食客反饋，主街攤位溢價明顯，口味參差不齊。資深美食愛好者普遍推薦避開北苑門主街，走進大皮苑、洒金橋等分支街巷，更容易找到本地人常去的老店。我們需要區分，回民街不只是一條旅遊小吃街，它同時是延續千年的回民聚居生活區。主街迎合遊客，周邊街巷依舊保留原生市井味道，不能一概而論，全盤否定。第3名，廣州上下九步行街。上下九騎樓街區是廣府飲食文化的活化石，百年騎樓連綿成片，曾經是廣州最繁華的商業中心，眾多廣府老字號發源於此。艇仔粥、雲吞麵、蘿蔔牛雜、廣式糕點、辣味、雙皮奶、地道嶺南小吃遍布街巷。陶陶居、蓮香樓等百年茶樓扎根街區，早茶文化源遠流長。很長一段時間，上下九是外地遊客體驗粵菜小吃的首選目的地。時代變遷之下，上下九面臨轉型難題。隨着城市商圈遷移，大量老牌食鋪陸續搬遷，街區客流有所分流。很多老廣表示，如今上下九主街遊客化明顯，想要尋覓正宗小吃，需要細心發掘堅守至今的老店。即便不復往日鼎盛，上下九依舊保留完整的嶺南騎樓風貌。想要讀懂老廣州的市井生活，這條街區擁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。第2名，上海城隍廟小吃街。依托豫園景區形成的城隍廟美食街區是江南小吃的集大成之地。
南翔小籠包、梨膏糖、海棠糕、蔥油拌麵、糟田螺，各類滬上與江南傳統小吃匯集於此。古色古香的園林建築搭配江南風味小吃，每年節假日人流量居高不下，是上海對外展示飲食文化的重要窗口。海內外遊客抵達上海，大多會安排行程到訪豫園與城隍廟。多年來，城隍廟小吃飽受爭議，不少上海本地人坦言，核心景區內餐飲價格偏高，口味經過改良，更適配外地遊客。想要品嘗地道本幫小吃，老上海通常會選擇市區、社區老店。從文化層面來說，城隍廟承載江南園林民俗、廟會文化，美食只是其中一環。如果單純追求性價比美食，需要合理調整預期。第一名，北京簋街，榜單榜首留給北京簋街。和大部分依附景區而生的美食街不同，簋街不依托名勝古蹟，純粹依靠餐飲煙火氣崛起，也是少數本地人持續高頻光顧的知名美食街區。整條街道以夜宵業態為主，麻辣小龍蝦、烤串、銅鍋涮肉、川菜，各地風味館子鳞次栉比。長達1000米的街道，深夜依舊燈火通明，是北京夜生活標誌性符號。相比眾多景區小吃街，簋街最大區別，主流店鋪以正餐餐館為主，短期流動小吃攤位佔比更低，誕生多家經營數十年的老牌門店。當然，街區人氣旺盛，高峰時段排隊普遍，整體消費價位屬於中等水平。它沒有濃厚的古建築景觀，卻擁有國內一線城市難得持續數十年的市井餐飲氛圍。在眾多網紅美食街起起落落的浪潮中，簋街依靠穩定的食客群體，長期維持超高熱度。中國廣袤土地之上，美食街巷數不勝數。這份榜單僅僅盤點熱度最高的10條。屏幕前的各位，這10大美食街，你親身打卡過幾條？又有哪一條留給你的印象最為深刻？